为什么现在只要女生一开口要东西，恋爱就容易弹簧呢？95年的姑娘跟我吐槽说她去年相亲相了几十个男生，其中呢也接触了7、8个每一次她都会试探性的让男生给自己买礼物或者转账她一直都认为呢，在物质方面的付出是谈恋爱的时候对男生真诚度的一个试金石。有句话不是说嘛，男人的钱花在哪儿他的心就在哪儿。但是他发现现在就很奇怪，每一次只要他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的，这个关系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比如说有的男生直接就不跟他聊了，还有拉黑他的，还有的男生呢买完东西就想确定关系，就想亲亲抱抱。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认识的时间那么短嘛，太快了吧，自己还没有什么感觉，怎么可能确定关系呢？所以我一般都会拒绝。但是只要我不同意好像男生们就不再追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谈个正常的恋爱怎么这么难呢？你说现在的男生到底咋想的呀？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吧。现在有很多大龄剩女真的是被现实打脸呀，真的你会觉得又可怜又可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真的嫁不出去的。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大龄女生看到这儿可能也很想骂我，但是很多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她们有一些共性，基本上有这3点第一，太挑了；第二，太毒了；第三情商太低了。你看完了，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再喷我。就拿我这儿前几天来了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她的案例来讲，其实她长得还可以，颜值呢能打个7分吧，在体制内上班，月薪呢有1万多。那天她来我这儿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离异的，但是年薪1000万非常优秀的男士。出来他就马上跟我反馈了，说这个男士他没看上，感觉对方没有什么眼缘，虽然有钱，但是年龄太大了，还离异的。想当年自己20多岁的时候，那都是些富家弟子跟他相亲，基本上没有看不上他的。所以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觉得很亏，带出去也没有面子，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长相也看着不太喜欢的，年龄还那么大的男人。我说，那你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未婚的，年薪1000万，而且还能让你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了。他想了想说，现在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也不好找，要不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女士太自信了，男士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她。男士跟我说这位女士聊天让人很不舒服，一坐下来就问她为什么离婚的。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婚原因之后他立马就追问，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你看看第二个话题呢，他就是问房子有多少套都在北京什么位置年利润大概是多少还问男士半年内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还问这么多东西干啥呢？这个就是他的情商了真的情商太低了，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他问的这些全部都是很隐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女人她读惯了，她的这种思维呢是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就是挑了收入挑颜值，挑了颜值挑学历，挑了学历挑资产，挑完这些他还得挑性格。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挑了个满意的，结果人家看不上他，不然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因为他读惯了。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往往情商很低，不会说话不会处事，关键的是他们还是小姑娘心态谈恋爱，要男人追要男人宠，自己呢又不主动还很作，所以处处都失败。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还嫁得出去吗？现在结婚率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适合结婚的女人真的是很少的。你看有一大部分的女人成天的做梦，想嫁个大老板，找个有钱的人，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奶奶生活。那普普通通的男人怎么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呢？他们自己真的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成天事儿特别多心比天还高。最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超级的自信，觉得是男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难道你以前是公主还是富豪的女儿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都不会替这样的女人说话。
他们自己啊一个月也就挣2、3千，还瞧不上人家一个月挣好几万的人。那么还有一种女人啊，她们呢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啊，也非常优秀，物质条件也很丰富，她们就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觉得才对得起自己的优秀嘛，才对得起多年的奋斗嘛。但是啊，他们又多少有点强势，而且年龄还大。优秀的男人只想找青春靓丽，哪里会找这种人老珠黄嘛？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有些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还不想生孩子养孩子，也不会照顾老人啊，也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闹离婚，成天就琢磨一件事儿：老公给我多少零花钱，你给少了就是你没本事，瞧不起你。娶了这样的女人呐，一旦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娶回来了一个祖宗啊。有的男人真的是啊，生不如死。其实这些女人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些男人，她可能连饭都吃不上。那你就说这样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男人找这样的来干啥？难道就是为了娶一个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女人回来供养着吗？现在的男人啊，不光得会挣钱，你还得会干家务活，你得懂浪漫，会幽默，真的太累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想轻易结婚了嘛。你们说我说的对吗？北京的剩女数量已经居全国之首，就是因为这些大龄剩女在现实当中，她把男生的顶配条件当成了最低的标准。你就看看我这儿来的相亲的女孩，这么多女生啊，她们的要求随便你看一眼，上边都写着：我要求男生有金房、有金户，身高最好1.75米以上。你一问啊，人家就说这个应该已经是最低的要求了吧？在北京没有房子不稳定，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怎么办啊？但是他就没有想过，人家有这些东西的人就没有一点要求吗？人家凭什么看上你啊？再说了，你就不能自己买房，自己争取金户吗？那你说你自己什么都可以没有，那凭什么要求对方就得什么都有呢？你劝他降低一点条件吧，他马上就给你白扯啊！又是那句话，我们女的不得给男生生孩子吗？妈呀，你听一听，好像这孩子都是给男人生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似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大龄女人，脑回路都长得不太正常。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啊，才有这么多的剩女在北京。我跟你说啊，人家有房有户口的男生还真不缺愿意给他们生孩子的女生。北京落户有多难，你知道的吧？如果一个男生综合还不错，光有一个北京户口，就有多少女生来抢这个男生了？现实就是那种有金房、有金户、还有金牌的，那已经是属于北京市场的顶配了。说实话啊，那只有他挑别人的份儿啊，人家有金房、有金户的女生也愿意找这样的男生，没有金房、没有金户的，但是年轻漂亮的女孩也愿意给这样的男生生孩子呀。你说说，你自己没金户没有金房，年龄还大，长得也一般般的，你有啥优势啊？人凭啥找你呢？你现在明白了吗？你说这又要求金房又要求金户，还要求年薪多少啊？什么未婚了，学历要好了，家境背景还得过得去了，身高得1.75米以上了，你就这么找？你能找着才怪了。我就在这儿问问这些有金房有金户身高达标的男人，你们愿意找一个30多岁的，还是愿意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呀？最近啊，有个小姐妹跟我说啊，她相亲相了3年了啊，都没有结果，她不想结婚了。她说现在的男人啊，好像都不想结婚，也都很不靠谱，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确实啊，都说当下的男人不想结婚，有钱的呢，怕遇到图钱的，万一遇到个宅心心啊，命都没了。没钱的呢，谈不起恋爱也结不起婚，干脆躺平算了，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不香吗？而女人们呢，男人没钱啊，他们是瞧不起的，那有钱的男人呢，他们又 hold 不住人家。于是啊，在女人的群体当中就流行起来这么一些话：钱我可以自己挣，娃我可以自己生，姑奶奶找个男人添堵吗？算了吧啊，姐妹们，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自己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不需要依靠男人来完成任何事情。我们有工作有事业有父母和亲人，还可以生个自己的娃，人生也很完美啊。我们完全是独立的，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摆布和利用，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并且能过得很好。找个男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婚姻吗？为了爱情吗？为了经济吗？
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了，对吧？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可以创造家庭，并且呢，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而且呢，每个女性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只需要你自己努力。未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可以随意在上面涂鸦、填充、改变，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色彩和图案。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和心血，就能让未来变得更美好。所以各位姐妹们，请放下那些束缚你们快乐和成长的枷锁啊，跨越那道门槛，去探索那个未知的新世界，相信自己，这样才能走在幸福和成功的路上。你们听到了这些话啊，作何感想呢？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一直都认为男女啊是这个世界上两种元素。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女人就是男人的一只手臂，这两者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婚姻是什么？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如果你选择一个伴侣，那么这个人生就有人可以跟你一起风雨同舟，一起克服困难，一起享受生活的富足，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相互鼓励。多一个人爱你，你就会多一份力量。只要你们少一些相互嫌弃啊，相互背叛呀，相互算计，相互抱怨啊，相互责怪啊，那两个人的幸福总是会比一个人的幸福更有意义一些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我在评论区里边看到一个87年的女人啊，吐槽她相亲的男人们。她说这2个月她相亲相了10几个人，但是她发现啊，现在的男人太抠了，没有什么格局。这10几个男人当中，只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带她吃了顿饭，其他的呢，要么就请她喝奶茶，要么就请她逛公园，要么就呢喝个咖啡，而且相亲完了之后，没有一个主动把她送回家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感慨哈，以前的时候那些男人啊，格局就特别大，啊，跟他相亲呢，不但带他吃大餐，而且呢还给他带小礼物，啊，最后呢还会安安全全把他送回家的。然后下边有一个88年的女生就回复了啊，说我是88的啊，如果男人跟我相亲提出来啊喝奶茶或者逛公园，我直接就拒绝，我接受不了格局太小的男人，我愿意下半生自己一个人过。我想说啊，你们真的是被男人宠坏了呀。你看看你们20几岁的时候，人家又送礼物，又送你回家，还请你吃大餐，然后呢，你不是也一句不合适就黄了吗？而相亲这些所有的消费，你1分钱也不用承担，那你觉得对男人公平吗？再说了，以前男人请你吃饭了，也送你礼物了，还送你回家了，你不也没同意吗？你现在说这些不请你吃饭的男人格局太小了，那些格局大的你不一样也拒绝了吗？你说这个男人格局小啊，太抠门，是他们单身的原因，可是你也单着呢，那你是因为什么呢？那你如果格局大，为什么你不请男人吃一顿呢？我今天必须要说男生的问题哈，你们也别不高兴啊，在你们中间啊，真的有这种人。小王啊，35岁哈，企业的高管啊，事业啊小有成绩，优秀迷人哈，离婚了。他跟我吐槽自己的经历，说自己呢非常迷茫哈，年轻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女性追求者，但是呢他偏偏就喜欢那些他自己追不到的女生，比如说样貌姣好，身材性感热辣啊，学历高，工作好。他说那个时候自己啊就跟个舔狗似的哈，天天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跑，追得挺辛苦的啊，也没啥结果。后来他发现这些女生找的男朋友啊都是那些大老板富二代，所以啊他才幡然醒悟哈，原来人家要找的是那种有钱人，自己那会儿啊也没啥钱啊，事业呢也刚起步，所以完全没有实力跟人家去 PK 啊。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对女生的物质感啊开始厌恶哈，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不图物质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人结婚。所以后来呢他就认识了他前妻嘛，那个时候他31岁，前妻28岁哈，两人各个方面都很般配啊。前妻呢就是他所期待的那种女孩，不作不闹，脾气好，基本上没有开口跟他要过什么东西啊，都是他愿意给他花呢，他就高高兴兴的笑纳，他不给他花呢，他也不会跟他要的。那前妻呢是个高知家庭的女孩嘛，很有教养的姑娘啊，待人接物呢都有理有面的，嘴呢也甜，刚开始小日子过得挺温馨的。可是这个婚姻啊经过了3年的洗礼之后，小王啊在这段关系里呢似乎就开始越来越感觉自己处于高位了，逐渐的呢他就有些忘乎所以了，理所当然了，直到最后啊离婚他才有一些醒悟哈。现在啊他再后悔也来不及了。结果呢他就跟我感慨嘛，他说男人最懂男人了，但凡一个男人他
他如果找到了一个不图他钱，心甘情愿为他付出的女生之后他真的就开始作了一直要把这个女生作到了没了为止。但凡心地比较善良、有教养、心软、愿意顾全大局、愿意为了关系而牺牲那点自尊的，甚至吵了架也懂得退让的女生，那可真是难找了。但是反过来呢，我们看看男生他可能就会把这份忍让当成是软弱可欺，他就开始作开始各种幺蛾子。一个女人有大智慧，她才会给你台阶下才会愿意为了关系牺牲一点自己。如果女人懒得跟你计较，你还不知道好歹的话你真的别怪她狠心。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我跟你说善良且坚定的女生狠起来，你连给她下跪的机会都没有了。但凡是家教比较好有修养层次比较高的男生基本心里都有点数的有脑子，会掌握分寸，他们能体会得到女生忍让和沉默背后的那些不高兴和那些委屈。所以说呢，男生的问题真的也不小的，对吗？说实话00后的女生确实抢手。为什么呢？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年轻所以抢手。我们来看看这位男生的相亲经历就知道。31岁的优质男士海外硕士，金房金车，收入50个条件杠杠的好。就他跟我说回国1年了，家里催得标急就来这儿看看，想尽快呢完成婚姻大事。他只有2个基本要求：第一，年龄比自己小就行；第二呢，不物质，会过日子的。于是我们就优先给他筛选相对比较着急结婚的姑娘大概都是27、28岁的。奇怪的是呢，他这样的条件已经算是不错了，可是推荐了一个被拒一个，要么就是嫌他还没有北京户口，要么就是嫌他收入还不够高，要么就是嫌他个子不够1.8米还有嫌弃他有房贷的。总之呢，他相了一圈下来发现女生们的要求都很高他根本达不到人家的标准，所以基本上就感觉结婚无望了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后来有了转机有个00后的姑娘呢，在一次活动中呢就认识了他，2个人呢就很聊得来。这个姑娘呢很喜欢他的才学彬彬有礼的谈吐，笑起来的样子也很可爱。在了解他有房贷的情况之后呢，人家居然很自然的说了一句：要是我嫁给你那咱们就一起还呗。姑娘还觉得说一个男生的收入跟他的行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一个人的优秀不在于他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他在他的领域里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样的评判才是公正的嘛。我觉得他已经很优秀了当时男生还很担心这个姑娘年纪太小了，会不会不着急结婚只想谈谈恋爱什么的于是呢就很明确的说了自己的担忧。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居然说我都24岁了好不好我是这么来计划的，谈1年恋爱就可以结婚了，婚后呢我想过2年2人世界等到28岁的时候呢再生小孩。那要是过了28岁，不就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了吗？所以现在我开始确定一个人选，是不是很合理呢？你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呢？这就是成熟的00后人家计划的可好了所以人家这个认知直接就碾压了那些还在挑三拣四的某些人你们说对不对？你有什么可豪横？妈呀，90年的女生就说自己不想结婚了，急得她妈妈一个劲的求我帮帮她女儿。今天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找我，一看这位母亲就很焦虑，她坐下来就一直在跟我说她女儿的情况。90年的，之前也谈过恋爱没成功，后来就来相亲，家里亲戚朋友给介绍了不少，就是没有相成的。要么就是她看不上人家，要么就是人家看不上她。后来呢还勉强的接触了一个，她还是说没啥感觉，也不想再继续接触下去了。哎呀，这不实在没辙了吗？才想着带她来这看看。结果呀，她女儿不太给母亲面子她说了一番话我也是很无语了她说我其实已经不太想考虑结婚这件事情了。过完生日我都34岁了，老家说的话虚岁都35了，目前工作还辞了，我还要重新找工作，我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找对象谈恋爱。再说了，我这把年龄了我也知道自己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目前最有可能的顶多是自己要个孩子。可是就我现在也算高龄产妇了吧。之前我也想过要嫁人，我做到了会持家，会照顾人，会包容理解和同理心，我也不物质，对他也很好，但是我还是被分手了。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就想证明给那个人看看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因为
我会自我怀疑，我甚至疯狂的打压过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差劲，为什么就是不能变得很好。而且我经常会在心里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一定会被人认可。我做到了那么多，不管你多么会持家，多么贤惠懂事，你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啊！会被认定你是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也许我真的很差劲，我知道我也没做错什么，可能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不再需要我了吧。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啊，你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就想做我自己了，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我喜欢睡懒觉我就睡懒觉，我不想做饭我就不做饭，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现在只想做个心安理得的废物啊，不行吗？没什么不好啊。我跟他妈妈听完了他这番话呀，我们都沉默了。其实我还是有点能理解他的，你们说对吗？